靓仔！想打好跳球必学的3个小技巧。技巧1：跳球规则，直接打在白球底下将球弹起是属于犯规的，需要打在白球表面上，利用台面反弹跳起就不会犯规。技巧2：角度计算，球杆击球角度越高，白球弹跳的角度就会越高，可以想象成力量穿过球心后，白球弹跳的角度大约是入射角等于反射角。技巧3：击球点位，接下来演示跳球最常用的9个杆法击球点。靓仔，你知道了吗？下课。靓仔，加赛球之所以难打进，是因为加赛时白球会偏离球杆的方向，所以想要打进就需要对瞄准方向进行修正，只有这样才能补偿加赛时所产生的偏移，球才能打进。在击打加赛的点位时，打1的时候瞄准修正最少，同时旋转最弱；打2的时候修正要稍大一些，瞄准这里旋转会稍强一些；打3的时候修正最大，需要瞄准这个方向，旋转最强。初学者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记住这个口诀，就能轻松的打进加赛球。小力移手架，首先用中杆瞄准好，保持后手不动，微微的向右调整手架，就能将球打进。口诀2：大力动后手，同时也是先用中杆瞄准好，保持手架不动，后手向左移动，杆头就会朝右移动。打进球的同时，旋转会非常强烈。等直线球熟练了以后，就可以尝试进行各种角度的加赛训练了。还有更高级的加赛技巧，想学的发666给我。靓仔，你知道了吗？下课。靓仔，打台球必学的2个走位小技巧。技巧1：延伸长短。角度球，如果目标球旁边有一颗球，想要绕开它，就要让出杆超过白球长一些，这样才能避开障碍球，产生一个较大的弧线效果。如果你的出杆比较短，那么就会直接撞击到障碍球。由此可知，出杆长可以让低杆的反应效果延迟。技巧2：预留角度。以这3颗球为例子，如果你只是随便打了一杆，结果11号的角度有点向左，你需要用到一杆发力高杆加左塞的杆法，这一杆走位走起来也是相当的费劲，而且失误率高。所以最佳的方法是打13号球的时候，预留白球打11号时向黑8方向的角度，接着这一颗球你只需要小力打进11号，白球就会非常自然的走到位了。靓仔，你知道了吗？下课。靓仔，打台球一定要记住这6个低杆的特殊用法，收藏起来，实战中一定用得上。打在白球1半以下的位置就叫做低杆，能让白球产生向后的旋转。技巧1：遇到较远的直线球，打中杆的位置，想要停稳白球，需要用很大的力。对于新手来说，力量大就容易停不住白球。此时只需要用小力量打低杆点位，出杆尽量平顺，就能轻轻松松停住白球，拿下这局。技巧2：遇到2颗球相贴，想进红色球，正常情况下是很难打进红球的。那么只要用低杆打在红球左侧一点点，由于齿轮效应会让红球带上向前的旋转，将红球顺利打进。技巧3：现在我们要击打红球，但是正常的解球线路被阻挡了。此时我们可以将库边的瞄准点向上移一点，用低杆击打白球，吃库后会产生一个完美的弧线，绕过障碍球将球打进。技巧4：遇到这种球形，想要把另一颗红球解出来，正常低杆容易撞到黑球，K 不到红球，那么可以保持击球点位不变，只增加击球力度，白球的自然分离角就会延长，再产生后旋效果，将另一颗红球解出来，这时候打红球就变得 easy 啦。技巧5：目标球距离较远，角度比较大，正常击打的话很难将白球停在这个区域，击打黑球难度大，此时可以用低杆减速的杆法，出杆要做到短而干脆，白球就会产生减速刹车的效果，打进目标球后就能顺利的叫到黑球的位置。技巧6：遇到这种球形，想要走位红球，正常的走位线路会碰到障碍球，走位效果不好，此时可以先稍稍抬高杆尾去打低杆，白球就会跳过障碍球，再产生低杆效果，从而走到打下一杆红球舒服的位置。靓仔，
你记到了吗？下课。靓仔，打排球想提升准度必学的发力步骤。第一点，平顺度训练。运杆时只动小臂的话，球杆会上下晃动，容易打不稳。解决方法：下巴贴住球杆进行前后运杆训练，固定身体和头部，不要上下乱动。通过下降大臂和上提大臂来协调球杆前后的平顺度。第二点，直度训练。出杆不直的话，容易出杆带塞，进球率低。解决方法：把球杆放在下巴正中心，运杆时能够保持球杆在下巴正中心的位置，没有左右偏移。如果有偏移，就把速度放慢下来，进行纠正。第三点，击球点训练。单颗球对准袋口训练，观察自己每一次击球前瞄准的点位和实际上击打到的点位有没有偏差，尽量做到出杆不带塞。第四点，直线进球训练。利用白球的整颗体积大小与目标球重合，把球杆放在两颗球的中轴线，出杆后不让白球偏移进球路径即可。靓仔，你记到了吗？下课。靓仔，靓仔，打排球不建议使用的6个刑法，是杆法。技巧1：实战中遇到这种2颗球相贴，正常打的话，白球容易吊带犯规。那么可以瞄准中高杆的位置，然后多运杆几次，这样球就进了，还能打低杆呢。技巧2：黑八被障碍球挡住了，打中带角低杆弧线的话，对初学者来讲难度较高。那么可以瞄准低杆左塞的位置，然后不小心这么一拨，球就进了。技巧3：遇到这种局面，黑八没打进就输了。用弹库勾球的话，对初学者来讲难度较高。那么可以测量一下两库勾球路线，然后不小心声东击西，球就进了。有手之前非常好用。技巧4：这种球型获得自由球时，想轻抬的话，这么打容易造成1号球位置不理想，轻抬难度高。那么可以往中间这么一放，球就进了，干净又卫生啊。技巧5：剩最后1颗球了，想要秀一下，急刹车走位黑八。这么打的话，对初学者来讲难度较高。那么可以用中低杆瞄准红球左边，然后这么一接一画，球就定住了。虽然不是很急但是很杀，不过只能中午用，因为早晚会被打。技巧6：跟朋友打球娱乐时，经常会受到干扰导致关键球打不进，非常难受。那么可以拿个自制8倍镜这样进球路线就清晰，对手再怎么干扰都能打进。靓仔，带点水果来医院看我。下课。靓仔，这个球如果不加塞，它是永远没办法把目标球打进的。现在我们加一点点左塞，白球碰撞第2库后会改变它的反弹角度，将目标球打进。练习加塞瞄准，你需要心中先有中杆路线的基本功，无论球杆指向哪个方向，视线都可以穿过球心并到达进球点。推荐训练方式：杆头瞄准在右塞的点位上，并指向右侧的袋角，眼睛看着袋口中心打出去，球可以刚刚好打在袋口中心的位置。2、直球加塞瞄准训练，视线要穿过母球球心和目标球球心，接着球杆与视线重合，保持手架不动，将杆头向右旋转到加塞的点位上，维持视线与球杆方向的夹角不变，出杆，此时就能将球打进，并且拥有非常强烈的旋转。3、角度球加塞瞄准训练，我们先用杆头找到这个球前面半颗球的位置，旋转球杆到母球上方，用同样的方法保持手架不动，转动球杆方向，此时就能带着旋转将球打进。靓仔，你记到了吗？下课。靓仔，这节课讲手腕角度，先用5分点多打几杆，记录失误的时候，目标球打在了袋口的左侧还是右侧。手腕外翻的靓仔，往往手肘会有一点点向左倾倒，在打球的时候容易带上左塞，经常会让目标球偏离进球线的右侧。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将手腕扣回来一点，稍稍用点力锁住手腕，打一段时间就能适应。手腕内扣的靓仔则手肘会有一点点向右倾倒，手臂会习惯性的朝胸口发力，打球时容易带上右塞，目标球则会经常偏离进球线的左侧，此时需要将手腕稍稍往外翻一点。等适应后，你的准度至少能提升 30% 的稳定性。手腕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自然下垂，不能僵硬，尤其是在出杆的过程中，肌肉太紧张就会干扰出杆的方向，可以用手指像这样托住球杆的感觉，
会让手腕感觉到很放松。打之前可以像这样，先稍稍的荡一下，触杆时先由小臂带动手腕，当杆头快接触到白球时，才会稍稍的用一点点力，这样才不会干扰到出杆的方向，同时还可以增加发力的效率，让杆法的效果变强。单单这一个动作就需要练习好几天才能略有领悟，这一招你学会了吗？靓仔实不相瞒，想要个赞，下课。